よろしく。Hello， 大家好啊，我葵，这次带来的是花朵杂交攻略的重制版。毕竟碧阳的组队没人要，闲的。本期视频依然硬核量大管饱，并修正了些第一期里面讲的比较模糊的内容，争取全方位无死角的讲完星痕共鸣杂交的所有知识点。本次攻略共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懒人简易运营，为懒得研究的上班族量身打造。第二阶段为授粉概念讲解，主要讲解单人游玩的被动授粉机制。第三阶段为性状基因拆解，带你们从0到1培育出最值钱的性状。第四阶段为颜色品质基因拆解，带你们理解颜色品质基因的组合构成。第5阶段为概率分布的演示计算，学习策略培育与杂交期望。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正片。首先，家园每日刷新3个委托，最高累计9次，这是前期比较关键的加值币来源。选择能提供1800家园经验的委托，等田地解锁完了再去考虑做其他的，后面的加值币收益高一点点。委托很简单，需要什么在旁边空手套白狼直接买即可，有条件还是尽量保持次数不要溢出，直接提交即可，都是有的赚的。另外，正常房主每日是3个委托，但是如果有室友，则室友也可以每日3个委托，总计6个委托，每日10800家园经验，直到家园住满人，达到27000家园经验每日，可以更快解锁完全部田地。但是代价是，室友几乎没有正向收益，房主如果种花，就基本不会有室友什么事了，也就采集花粉，到最后也是谁种的谁收获。推荐还是自己开小号加入，不麻烦别人。各种意义上的委托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最简单的种花，不过这边不折腾，就随便种就好了。5级家园以下优先种植玫瑰，到达5级后种绣球花，因为5级家园解锁高级肥料，搭配浇水可以减少1半成长时间，让绣球花能每日下班回来收获1次。而这是12块玫瑰田，完全没主动杂交随缘种植的总价格，以上的合计就是完全不折腾能够达到的每日最高加值币收益。但是，就算干爆，一直折腾到最后能显著提升收益的过程，也有点太过于金乌了，还究极看脸。哪怕是这样也想学习杂交的话，那就让我带你们进入地狱吧。首先让我们打开官方的指南，可以看到描述是在授粉期间可以使用花粉进行人工培育，而过场 tips 提示，花粉只能由室友采集，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来，这里其中一个花粉是全隐性的，快来授粉吧。所以我们只能使用被动授粉来保证花朵的基因可控性，而指南里有明确描述，当相邻无其他花朵时，会直接遗传种子的原有性状，也就是自我克隆。尝试各种距离收获几轮后，明确测试出来，能够被动授粉看的是一格内有无相邻花朵，一格内若没有其他的花朵，则不会产生被动授粉，从而自我克隆。就像图中所演示的这样，只要超出去一点点距离，授粉就失败了。我所使用的副本有5个隐性基因，再怎么飞球抽不中，都不至于完全没有变化。由此也可以得知，一株副本可以稳定保证同时给4株母本授粉，也就是上下左右1格以内的距离。当然斜着也是可以的，我不推荐就是。而且从第5株母本开始，副本就不一定是一开始决定的那株了。另外，这游戏和别的游戏内杂交不太一样，星痕共鸣的杂交是取副本的花粉授粉给母本，用副本基因直接影响母本，把母本变异成子代基因，也就是不会额外诞生子代。等到收获时，副本会一直维持基因原样，母本则会变成另一种性状。这种杂交方式有利有弊，利好的就是能立刻看到杂交结果反推基因，弊端则是保不住母本基因。举个例子，我想让红色小花作为副本，让它授粉给母本白色小花，把红色基因染进去变成粉花。除了让红色小花最先种下这一种手段，还可以少给白色小花浇水或者施肥1次，因为浇水和普通施肥各自可以减少20%成长时间，高级肥料翻倍，且均可叠加，目前最高加速60%加。
不过最优先的还是安排收获和种植的顺序，收获一朵就种植一朵，保证后续记忆基因的时候不出错。到这关于授粉的知识点已经全部讲解完毕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到杂交的性状篇。开始讲解性状之前，先让我给你们简单带过一下杂交最重要的前置知识点。孟德尔三大定律：一、分离定律；二、自由组合定律；三、显隐性定律。分离定律的意思是，等位基因在形成配子精子或卵子时会彼此分离的规律。假设一个植物的某个性状，比如花色，由一对基因控制。而现在我们拥有一株红色的小花，它的基因码是 AA， 大 A 加小 a 的杂合子。在形成种子或下一代时，它的大 A 和小 a 这两个基因会彼此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再找另一株相同的大 A 加小 a 的杂合子花株，让它们杂交，而这时候它们二者的基因就会分离成2个大 A 和2个小 a， 它们的种子就会在这4个单基因中两两组合，共4个结果，其中 75% 是红色显性，只有 25% 是白色隐性，但相应的，我们将有 75% 的概率得到纯合子，杂合子概率只有 25%， 这部分后面会详解。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德尔豌豆实验的描述，放在这同样适用。用不上，跳过。显隐性定律指的是，当植物有一对等位基因时，显性基因会掩盖隐性基因。让我们回到前面分离例子中的大 A 小 a 的红色小花，其中大写的 A 就是指的是显性基因，大 A 显性基因会盖过小 a 隐性基因，所以大 A 加大 A 的纯合子和大 A 加小 a 的杂合子的外在表现一致。所以杂交最难的部分便是如何判断这个花株是纯合子还是杂合子，因为它们的外在表现一致。纯合子的意思是基因位点一致，如 AA、AA、BB、BB， 不一致的便是杂合子。恭喜你听到了这里，你已经解锁了星痕共鸣杂交需要的所有知识点。接下来便是跟随我一步步开始进行培育的实操。第一步，确认性状基因。我们需要知道游戏内的花朵性状的大致基因构成，而家园的成就系统内就明确告诉了我们，每一个品种花都有4个性状以及16个颜色，所以我们就可以因此反推出需要多少个基因位点才能杂交出4个性状。一个基因位点可以由2个性状表示，如 AA、AA 以及 AA， 因此就是2的2次方的基因位点数量。所以花朵的性状基因一定是 AABB 的类似结构。之后便是为这基础基因设定链接的锚点。先开始第一轮种植，做好间隔，防止被动授粉发生。这样做的目的是确认箱垫内种子基因的稳定性。可以看到这一轮箱垫种出来的全都是红花，收获上来后的性状也是完全一致，因此便可以以此为锚点，确认基础基因为 AB。有了基础锚点后，就可以往后推理，得到如图所示的性状基因图。不同性状的出售价格是这张图的最重要证据，同一颜色越后面性状的价格就越高。为此，我们的性状最终培育目标便是培育出价格最高的双隐性纯合子花朵。不仅是因为价格高，也是因为2株双隐性花不论如何杂交，它的后代都一定会是双隐性纯合子，这会给我们后续培育颜色品质带来重要的稳定性，同时保证家具币收益。当然，你要是想培育双显性纯合子，我也不拦着你。如果受得了漫长推理过程的话，不知道完整基因，在有限的田地想要培育4性状16色花朵，总计64种的人，我敬你是条汉子。而且成就内是根本没有要求同性状内的16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收益的情况下慢慢培育颜色。回到第2轮收获，可以看到颜色和性状依然是完全相同。确认没有影响后，按照收获的顺序开始第1轮杂交。数字越小，种植的时间越早。所以135为副本，246为母本，78保证确认最后1轮变化。第3轮收获发现24的性状都发生了改变，变成了 AB 的单隐性纯合的大个体花，并可由此反推，作为副本的13的个体基因一定包含小 b 是杂合子。所以第4轮的杂交将23的位置对调，让2个单隐性纯合的杂交，因为2个隐性纯合子的杂交后代必定会是一样的。所以可以靠这猜测其中有没有小 a 存在，至于13则随缘了。最终第4轮的收获如图所示，按收获顺序重新编号，可以看到被授粉后4号花变成了最宝贵的全隐性 AABB， 因此可以反推出
3号花和4号花的前身均为 AABB 的性状基因，而另外3组则完全没有性状改变，推测至少有一株是 AA 全显纯合。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做全种类的是勇士了吗？拿头去判断 AA 全显纯合子。而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3种性状：直杆小个体、直杆大个体、弯杆大个体。最后缺的便是弯杆小个体，它的基因编码一定是 AAB， 所以下一步杂交便是让4作为副本授粉。最终收获如图，2号还是没有变化，因此直杆基因大概率为 AA 纯合子，而5变成了 ABB 单隐性纯合子，后续可以作为 BB 个体基因的副本保证。6虽然没发生性状变化，但是却能通过副本 AABB 推理出它的基因码为双杂合子，所以后续只需要让4再给6授一次粉，我们将会有 25% 的概率得到最后一种性状图鉴。最终结果伟大无需多言。最后总结一下，第一轮次按图中的方式来种植，让它们按顺序往后授粉、杂交，最终总能碰运气得到一株能够直接判断的单纯合子，并且能够通过这株纯合子反向逆推出它的副本基因构成，就像图中5、6、7的关系。之后就是一直用6号当副本，按十字同时给4株默认的 AB 授粉，直到杂交出单隐性纯合子。当然，第一轮杂交出来 AA 还是 BB 都没关系，流程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就再来一轮。一切杂交目的都是为了拿到最后的 AABB 全隐性花株。还记得前面说的懒人流程那张玫瑰田收益吗？12块玫瑰田收益3000，而这是4块全隐性 AABB 的玫瑰田，收益接近2000，几乎翻倍。所以全隐性基因的花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前面的步骤得到全隐花株后，便是按照图中排列，作为副本想办法量产更多的全隐花株，而多余的全隐花株便可让它们自我克隆，保证收益不再杂交。另外补充一点，前面忘记说的，就是每一种花的收获量是在一个固定值内波动的。性状篇到此就结束了，正常到这收益已经差不多可以翻倍，可以退休每日收菜不折腾了。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没办法了，谁叫我乐于助人呢？接下来就进入真正的地狱颜色品质篇吧。还记得前面的4个性状是怎么推理出来的吗？是的，再来一次，需要用多少个基因位点才能得到16个颜色呢？14个，因为2的4次方等于16，所以颜色的基因码结构一定是 CC 加 D 加 E 加 F， 再加上性状基因，所以游戏内一朵完整的花基因码表现为 ABCCDDF。 得到了基础基因码后，就要开始寻找锚点，而锚点其实就是前面测试的时候商店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轮产物全部都是一个颜色，郁金香和玫瑰都是红色，绣球花是淡粉色。作为最常见的花种，它的颜色基因就可以被锚定为 CDEF， 为后续推理提供支持。而就在此时，我发现了可以在加值页面看到所有花朵的颜色。最感谢家园系统是半成品的一天，可以说没有看到全样品，我后续绝对不可能推理得出来颜色基因。我给你们都截取出来了，全色样本有了，这能给我提供什么信息呢？首先可以知道的就是，并不是一个品质就有16种颜色，而是特定的颜色和特定的品质强相关。就像金色品质，每一个性状基因都只有唯一的一朵，但是这还不够。当时我的思维在这陷入了僵局，最终还是通过穷举推理出来了第一版颜色基因。所以其实在游戏里根本就不存在染色，每朵花的外在表现都只跟它自身的隐性基因数量强相关。举个例子，商店种子默认成品压倒性多的颜色就是 CDEF 的全显性基因，当这组颜色基因变成全隐性 CCDDFF 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唯一，也就是金色品质。按照杂交出它的难度，对得上它的分类，这样我们就保底确定了2个颜色的基因码。相信到这里聪明的小伙伴已经明白了，去掉默认种子的绿品质全显性基因和数量最稀少的金品质全隐性基因，最后剩下绿品质4个，蓝品质6个，紫品质4个，而这就刚刚好等于所有颜色品质的数量。到这就已经破案了，当花含有0到1个隐性基因的时候，品质就是绿色；含有2个隐性基因的时候，品质就是蓝色；含有3个隐性基因的时候，品质就是紫色。
最终达成全隐性的时候，就能收获精品质的花。可惜金花不产出种子，后面便是确认的完整基因表。所以后面自然就是全花株的价格表。那最终的目标就很清晰了，因为金花不提供种子循环，所以想要无脑收采，杂交方向就是平均价格区间最高的紫色品质花。接下来先是补充一下实际的子代基因杂交过程，方便后续讲解期望。现在我们有2朵只知道部分颜色基因的花，白色的有一个隐性纯盒子，红色的是商店崭新出厂，所以我们让白花作为副本，授粉给红花，最终收获了1朵蓝品绿色花。过程就是父母的第一个基因位点 C， 其中一方抽出来了显性基因，掩盖了隐性 C， 所以表现为显性。而第2位点，因为最终子代表现为了隐性，所以确定出来了父母本身都有隐性 D， 且都抽到了。第3位点同向，父母双方都抽到了隐性 E， 最终抽出来完整的子代基因码，也与此同时通过反推补全了副本的基因空位。而接下来便是通过已知的植株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测试推算，就像游戏内指南说的那样，耐心培育，反复实验，也就是做大牢，最终得到了这一轮次，让1号这个3隐性基因分别授粉给2、3，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通过手动培育出来了金色品质的花。如今我把它插在了大门口，以至纪念。到这里，关于颜色品质基因的知识点已经全部讲完了。更多的都是实操和一点点的耐心和一点点的运气，能看到这的都是勇士了吧？相信各位已经知道应该怎么选取自己的期望花株进行杂交了。我已经燃尽了。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祝愿各位都能种出想要的花朵。小弟子不才，只能提供这么多帮助了。